青娥指的是万叶集里那些佚名的和歌，指名青娥谣是不求名声远扬，但希望器皿能够流传于世。平成元年筑起了窑，在奈良的山谷里，一烧就是30几年。柴烧的特别之处，在于柴灰与陶土结合所形成的自然釉。松原洋一老师在年轻时一次旅途中接触到制陶，自学至今。鹅写作上我下虫，老师说自己就是一只专心制陶的无闻小虫。在青娥，1年开始于烧窑，等到陶器出窑，打磨、包装，开始每年在日本的市场巡展。巡展的间隙，松原老师回到奈良继续制坯，代表了青娥窑的大型花器、食器、酒器、茶器，形似岩浆，色如彩虹。然后1年到头，装窑、烧窑，年复一年。15公斤重的泥团在手中翻滚成型，为的是压出空气，敦实泥土。制作一个直径1米的大盘，至少需要80公斤的泥团。拍打、锤炼，泥团初步成型，旋转，拉升，双手力道强劲、均匀、精确。1年里最初的制作，从最大的大盘开始，以最小的酒杯结束。两者体型相差巨大，蜡坯的要领却一脉相通。听声音，判断底部的厚度。素烧是为了初步烧结陶器，以便挂釉装窑。松原老师自己设计搭建的素烧电窑，能够容纳大量器皿，要用极缓的升温，烧上2天2夜，防止开裂。
制野柚由风化长石研磨而成。挂、提、点，看似轻松，但要追求与器型相应程序的釉面，则需要大量的经验。今年2月，又到了烧窑的时候。こういうのね、みんなわからないからね、みんな一番聞くのは、先生の焼き締めの中の模様は何ですか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聞きまして、だからそれを何で結局できてるか、そこまでの過程とかをもね、やっぱり見せたいんですよ、僕として。ありの道、雲の峰より続きけ。1年来的作品集结于此。大盘素坯擦着窑门推进去，直径1米，重80公斤，必须放在窑的顶部，底下是提前装好的作品。稍有不慎，1年的艰辛就要毁于一旦。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烧窑的时候，冬天还飘着雪，窑里火光冲天。如今我跟着老师用眼看了几年，用手做了几年，越看越深，越看越细，越看越新。未来的7天7夜，我又将见证粘土在烈火中凝结成气。马上要点燃的是令和元年的第1丛火。